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那些事儿，别被影视剧误导了。荧幕里的武打和现实那可差远了。电影里的叶问那叫一个厉害，打得外国人落花流水。可要是真把叶问拉到现实中，让他和泰森打，那可就悬了。要是按照拳击规则，估计3个回合都坚持不下来。要是街斗，搞不好真得打死人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传统武术像咏春这种拳法，经过多年演化，已经越来越偏向于强身健体，甚至有点像广播体操。别急着反驳我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大家想想，有哪个搏击选手是靠系统训练古拳法，在擂台上拿下奖项、荣耀，甚至混出个名堂的？不好意思，真没有。哪怕有些选手摆几个古拳法的姿势，用几个动作，但他们真正系统训练的还是拳击、搏击、巴西柔术这些西方的训练方式。不过，别小看咱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拳法，也不是全都没用。传统武术里也有竞技部分，能上擂台的，现在融合成了散打。散打才是传统武术和现代竞技的结合体，这才是能打的。再看看现代的 UFC 拳击，为啥感觉水平更高？一方面当然是他们的竞技规则更科学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把运动和商业化、表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。观众看得爽，选手也能安全的走下擂台，下次接着表演。甚至还有 WWE， 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是假的，可看着就是爽。传统武术讲究一招制敌，这些动作要是用在拳击擂台上，那可不行。而且咱们拿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对比的时候，连公斤级都不一样。要是拿一套用来跳广场舞的广播体操去跟泰森打，那不是找虐吗？打不过还可能把自己打进医院，医保卡都得欠费。泰森那大黑脑袋硬顶一下，都能把你顶得着不着北。所以大家别被影视剧误导了。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各有各的厉害，但也各有各的局限。传统武术有它的文化底蕴和强身健体的功效，现代搏击有它的竞技性和观赏性。咱们要理性看待，别盲目吹捧，也别一味贬低。